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对不起，9月28号。我们这个还没过来，这个信号还没过来。好，今天是2021年9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全国限电蜡烛断货北京、上海、深圳还好吗？第二个是米粒将军的澄清第三个是许家印卖掉盛京银行，深圳着手调查恒大财富那我们今天讲，最近2天让中国网民最惊心的是网上开始传什么呢？传北京、上海、深圳也要拉闸限电先说上海是有个帖子叫9月27号到10月3号，上海计划停电通知这个帖子在网上流传那么这个网上流传，帖子上面说上海有多个地区将计划停电，同时涉及居民用电和商业用电，情况和其他城市的拉闸限电一样那么国家电网上海电力公司赶紧跑出来澄清说网传的停电其实是正常的计划停电公示那么供电公司因为设备检修配电线路的改造等等就是要停电进行这个施工所以呢他特别指出说，这个大部分地区的跟居民小区有关的这个停电计划通常都会在凌晨7点前完成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计划停电对生活生产影响比较小，拉闸限电没有关系，跟拉闸限电没有关系与此同时是北京网上也流传一个北京的停电计划，时间恰好和上海一样，9月27号到10月3号，也是停电1个星期然后国家电网这个北京电力公司也跑出来，这个信息是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它的官网上的公布的然后这个北京电力公司就跑出来也说明说，这个计划检修是电网公司的一个常规操作目前北京电网的供应充足，平稳有序，保证全市用电需求然后同时深圳供电局也说我们计划停电不是限电，是设备需要定期体检然后绝大部分的停电计划供电局都会采取转供电发电车的方式实现不停电的作业，但是有些地方不行，所以还得停电所以你可以看北京、上海、深圳同一天安排一些地方进行同一天开始1周安排局部进行停电，进行1周的检修好像广州没有看到那是因为同一个单位嘛所以现在基本上全国各地都好像惊弓之鸟就大家都在等待这个限电会不会跑到我们这里来这大家都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说，哎呀，我们这里也开始这个限电了这个大概就是这情况那这是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因为我们都实行了我们都是在这个 OBS 上面直播，所以呢就有些动作就忘记了，所以我要补做一些动作
也特别是有一些网友没有上到来，我就担心有些网友没收到这个直播的通知啊，所以我就再发一次啊。好，再来，好，完了。那么9月27号央视新闻消息啊，央视做了一组新闻，跟什么有关？跟东北有关。第一个是说到黑龙江啊，黑龙江限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啊。第二个是辽宁，辽宁就讲7月份以来，东北电网的操作在哪里？在辽宁啊，辽宁是整个东北电网的控制中心啊。那辽宁就说7月份以来，由于发电能力大幅下降啊，辽宁省的电力短缺啊，从9月23号到25号，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到了严重级别。为了防止全电网崩溃，东北电网调度部门按照预案直接下达这个事故级的拉闸限电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用电影响范围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有序用电的措施的企业，就是原来呢已经限电的了啊，现在呢就是原来不受限电影响的全部都受影响了。这是辽宁啊。吉林是从9月26号开始五路并进，增加煤炭供应，就买煤，到处去抢煤啊。广东就说当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他已经不说那些大话了啊，反正现在是电力紧张，优先保障居民生活服务业啊，然后就是重点限制两高企业啊。停电之后，蜡烛就成为必需品。东北地区从9月23号开始大量采购这个蜡烛啊，那么蜡烛变得紧缺，超市已经买不到啊，只能从网上订购。蜡烛的生产企业说，一个星期蜡烛的订单增加了几十倍啊。那么目前存货已经清空，绝大部分的订单来自东三省啊。那么现在厂商已经尽全力生产，现在的情况就是不知道限电会持续多久，所以他们网民就说我们好像生活在朝鲜。那么9月28号，国家电网召开紧急会议，说要把电力保障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老实讲呢，国家电网开这个会呢，真的没有卵用，因为跟他没关系，他只是个电网，他不负责发电，发电是电厂发电，现在是电不够，所以电网召开紧急会议有什么用啊？所以这就是这政治表态啊。然后新华社呢开始终于这个限电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新华社开始说话了说这个发表新华社的新闻是多地为何拉闸限电，后续电力供应能否保障啊？我看完那篇稿子没有答案所以这篇稿子也是白发央视网评倒是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稿子，这篇稿子很有趣标题叫拉闸限电里没有那么多大旗记得之前网络上很多五毛在发各种各样的限电的解释说是国家在下一个大棋要想办法干嘛？要想办法呢，就是把通货膨胀输送到美国不能让美国用一张废纸，美元是废纸来买我们的便宜货，想办法把通胀搞上去就是这样的说话然后央视看不过去了，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叫拉闸限电里没那么多大旗那么连日来叫连日来有一个我们以前这是个笑话，讲的是新闻稿里面一上来就是连日来限电停工潮席卷全国10几个省，尤其是东北多地，拉闸限电相关消息几度登上热搜，有热点必蹭的部分自媒体趁势又兜售起所谓的大旗论将限电说成是国家在下一盘大棋。
称这背后是一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争夺战，一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战。这个文章说，事实上只要稍微懂一点专业知识，了解一些，有一些基本了解，相信常识，回归理性，就不会扯出那么多大旗来啊。那么他说，此轮多地限电主要还是受全国性煤炭紧张、燃煤成本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联络线禁售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国内当前动力煤、炼焦煤产能明显收缩，加上煤炭进口量减少，蒙煤通关量偏低，电煤供给短缺明显啊。他说这个另外部分地方紧急限电，还跟没有把握好产业升级节奏，没有做好平时能源管理工作，没有跳出运动式减碳窠臼有关啊。这话一讲出来呢，就基本上照着谁呢？照着那个财经大 V 叫叶檀啊，一个大嘴巴扇过去，啪啪响。还有一个谁呢？还有一个是黄安那个舔局，这个黄安跟这个叶檀舔局反造打脸啊。那现在的宣传口径，我今天在网上看这个宣传口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孟晚舟宣传口径啊，这各部门各网媒注意：一、关于孟回国一事，要多从国家强大、斗争胜利的角度进行报道，尽量不要提及他和华为的关系。看见没有？外交部讲孟晚舟不讲他的身份啊，只讲孟晚舟啊，不提华为的关系，尤其不要炒作他曾经是华为的高管之类啊，这是第一。第二，两名家国人获释一事，全网不要进行报道啊。第三，各网站不要分析中美加三国所谓的内幕交易，也不要再回顾孟当年被扣押的真实原因。四、关于孟本人的国籍及其4个子女的国籍问题，以及当年是否违反计生政策之类，均不得炒作啊，讲了一个这个话啊。然后就是基本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那么限电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相对常态化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啊，相对常态化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米利将军啊，之前呢就因为这个华盛顿邮报的2个记者写了一本书啊，那这本书里面透露啊，说米利将军曾经私下的和解放军的军官高级将领私下通电话，跟他们讲说，那个如果这个川普总统要是对你们发动核攻击，我会通知你们。这件事情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啊。那么这件事情也有很多人质疑米利将军的这个行为本身有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9月28号，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啊，在做出一个澄清啊。他主要是解释，在川普政府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面，他给中国高级将领打了2次公开电话，这些电话是回应，他说这些电话是回应一些合理的担忧啊。那么米利说，川普政府的关键官员都知道这些电话。他说，国防部长就是当时的时任国防部长这个埃斯珀指示他在10月30号给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将军打一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有情报让我们相信中国开始担心美国对他们会发起攻击啊。他说，他给李作成上将打电话，并在电话会议上告诉对方，如果川普发射核武器，就会告诉他。他说这些都是他作为美国最高军事官员的一个工作职责。他说，我知道，我确信川普总统并非有意识攻击中国。
传达总统的命令和意图是我的直接责任。我当时的任务是缓和局势，我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冷静、稳定、缓和，我们不会攻击你们。然后米利说，第二个电话是在1月8号，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打的，有11个人在场。当时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的办公室协调这件事情。后来他打完电话之后，就通知了国务卿蓬佩奥和幕僚长梅多斯那么这次电话是发生在这个国会冲击案之后的2天那么主要是为了给中国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现在一切正常米利说，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宪法的忠诚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信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我致力于确保军队远离国内政治那么华盛顿邮报的2个记者在这本书的名字叫《危险》那么它主要写的是川普政府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状况那么其中就讲到了最后几个星期的情况就讲到了米利将军的这个电话，给中国李作成的2个电话那么这个消息披露之后，川普就非常的愤怒他骂这个米利是个疯子他说米利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给中国打过电话然后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呼吁拜登总统解雇这个米利认为原因是因为他违反了美国军队由文职人员控制的长期的传统。那当然米利所以这次在这个国会上作证，就全面的解释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米利在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面作证的时候，还讲了1月6号那么国会冲击案2天之后，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跟他通的一通电话，那么他在这个听证会上说，1月8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给我打电话，询问总统发射核武器的能力，我向他保证，核发射是由一个非常具体和深思熟虑的过程控制的。他很担心并提出对于总统的各种个人描述米利说，我向他解释说，总统是唯一有核发射权的人但他并不是单独行动，我没有资格确定美国总统的心理健康状态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米利说，我打电话给参与这一程序，就是核发射的这一程序的将军们，提醒他们这些程序当问到这个有没有和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2个作者进行交谈的时候，米利说，我和伍德沃德交流过，和科斯塔没有他说他还没有看这本书关于这个阿富汗撤军，其实这个听证会主要是针对阿富汗撤军那么米利这么形容阿富汗撤军，这是一场战略失败，敌人在喀布尔掌权，除了战略失败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了这是他的评价那么美军还承认军方高层曾经建议拜登总统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士兵，避免喀布尔政权垮台这是谁说的呢？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人麦肯齐将军他曾经提过这个想法，米勒将军也同意，但是拜登在8月份的时候表示他从来没收到过这建议他在 ABC 的节目上说，据我所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然后呢，米利将军也透露，他要求拜登和川普都不要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设定具体的日期
而是将这个美国撤军和塔利班遵守条件结合起来，包括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但是两位总统还是设定了撤军日期。什么意思呢？这个话说得很婉转啊。米利将军的意思很明白啊，美军的失败是战略性的啊，或者是我们战略性的失败什么意思？就是决策失败啊。米利没有给拜登总统面子啊，他讲了2点，其实他讲了2点，为什么会战略失败？战略失败第一个原因就是设定了撤军时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保留军队，本来是应该保留2500名士兵，这样的话你就局面不会失控。当你全部跑光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士气啊。阿富汗军队虽然训练了半天，美军才是他们主心骨啊，美军你一跑，他不就马上投降了吗？所以其实局面完全失控，不是因为美军打不了仗，也不是美军无法控制局面，是在战略上决策错误。你设定一个撤军时间表，大家按照撤军时间表，你的对手全部按照这个时间来，因为一看这时间表知道你会干什么，有针对性的对付你。而且你想想看，美军一撤就撤精光，你一撤精光的话，虽然这个阿富汗军队有30万人，可是30万人你一走，谁给钱？没有人给钱。塔利班在前线拿着喇叭喊一嘴就投降，为什么？因为明显的美军已经把阿富汗交给塔利班了。我在这干啥？我给你打什么打？没什么好打的，一喊你过来，我们就给你发工资，不就搞定了吗？所以塔利班兵不认血，就基本上攻占了全国。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美军一撤就撤光了啊。然后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说，我们与伙伴国一同训练出来的阿富汗军队，通常是没有发射1颗子弹就崩溃了，就溃败了，让所有人能够感到震惊。如果说不震惊，那是不诚实的。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到阿富汗政府军高级军官的腐败和无能程度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常识的一个说法。你想一下，你要撤军，你没有找阿富汗政府去谈判，你找的是塔利班去谈判，说我要撤军，那什么意思？你找塔利班谈判，说我以后我要撤军，意思就是我撤军，阿富汗就交给你了。如果你跟阿富汗塔利班签了一个协议，还跟塔利班签了一个协议，说我要撤军，塔利班你会怎么样？那塔利班就要接管这个阿富汗，那阿富汗政府怎么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做错了，那阿富汗政府就没有人支持他，美国你也讲清楚，你要把政权意思就是你要把政权交给塔利班，那你怎么能够要求阿富汗军队打仗呢？对吗？这是常识性的错误，这个非常的，老实讲，这件事情非常愚蠢。做这个决定呢，从一开始就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打算，而且你的情报也说，我们撤走之后半年之内，阿富汗政府就会垮台。你都有这样的情报，你也不制止他，你还跟塔利班签一个协议，你还你凭什么要求阿富汗的军队拼死抵抗呢？这不是很搞笑吗？你一开始就没有寄望于他，然后你还觉得我非常的意外，他怎么一枪都不打就溃败了？他为什么要打？你是阿富汗的政府军，你也不会打，因为这个天下迟早是他的。我打了以后后果是什么？真简单，这个事情。所以奥斯汀讲的这番话让自己写的非常的傻啊。然后这个米利说奥斯汀讲完一堆，说我们没有估计到这个，我们没有分析到
这个米利在后面就来了一刀，他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出部署在阿富汗的军事顾问，这个决定导致了美方高估了阿富汗军队的能力，这又是一刀。为什么？你美国本来在阿富汗有一堆的军事顾问，这军事顾问是帮助阿富汗训练他们的军队的，他们当然知道阿富汗军队是什么情况，阿富汗军队里面的军官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很清楚。结果你康昌就把他们撤走，你撤走以后你了解什么？你啥都不了解，你连他们在想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他说，米利说，我们无法充分评估阿富汗政府军指挥部的士气和战斗意志啊。你可以对飞机、卡车、汽车进行计算，但是你不能用机器去测量人的心啊，不用测量，将心比心就知道了，对吗？这个不难，这一点都不难啊。好，米利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尘埃落定啊。我们之前曾经有人讨论过，我们曾经在一个星期六的节目当中讨论过米利将军的这件事情。我当时的说法是，我觉得不大可能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不合理的情况。那么这些不合理的情况意味着我们看到的不是所有的真相啊，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从今天这个国会作证的情况来看，的确是这样。其中当时的代理国防部长，他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啊，但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好，我们第三个主题啊，第三个主题是恒大，许家印卖掉了盛京银行，然后就是深圳开始着手调查这个恒大财富啊。那么恒大财富暴雷20天之后，政府开始出手啊。9月28号，路透社引述深圳市金融监管机构啊，他没讲到底是谁，理论上应该是银保监会啊，给投资者的一封信啊。这深圳市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已经收集公众对恒大财富的意见，将会对恒大财富有关问题展开彻底调查。中国恒大和恒大财富要努力偿还投资者，这是这个金融监管机构给投资者的一封信啊。那么恒大财富是9月8号开始无法兑现兑付给这个投资者，引发了这个投资者的维权啊。那么恒大财富的情况是什么呢？恒大财富的情况是，过去5年，恒大财富筹集的资金超过1000亿啊。然后恒大员工的家人、朋友、亲友啊，包括恒大的业主，还包括谁呢？还包括这个恒大的供应商啊，超过8万人曾经购买恒大理财产品。那么拖欠到目前为止，恒大财富拖欠兑付散户投资者大概400亿人民币啊。那么现在的做法是什么？现在的做法就是恒大现在说我没有钱，我就给你房子吧。所以他现在用房子对价的方式来用房产来兑付啊，政府没有制止啊，这是一个。那恒大财富变成了恒大集团的资金池，用来做房地产开发。今年下半年开始，恒大资金开始紧张。从8月9号到9月13号，恒大地产就是恒大集团的子公司啊，恒大地产全国22个子公司把地产项目质押给了恒大财富，然后恒大财富就把他手上的200亿资金全部给了恒大地产。那么所以他这笔钱给出去之后，恒大财富就没办法兑付给他的投资者啊，这是恒大财富暴雷的直接原因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3季度例会9月24号召开，27号发新闻稿，它里面就提到什么呢？提到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是
这个话呢，其实跟谁有关？跟恒大有关，因为恒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交楼，就是不能让它烂尾啊。那么中国政府也开始着手处理恒大的资产。路透社9月28号报道，那政府开始安排国有企业国有房企通常是国有房企，比如说万科这些，开始购买这个恒大的一些资产。这跟我们之前说的差不多，就是开始肢解恒大就是说让这个国有企业去买它的资产，当然这个能占便宜就占一下而且政府也不打算直接干预直接出面干预来解决恒大的危机那么基本上现在的情况是国企国有房企然后地产商去购买恒大的资产，那么而且希望多一点人伸手去买第一个接盘的是谁？广州市建筑投资集团。他买哪个呢？买恒大的这个恒大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场馆，就是恒大那个足球场投资120亿这个足球场位于番禺区的中村，占地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49万，就将近50万平方米这个恒大这个球场主场，就是原来恒大足球队的主场，投了120亿那么准备是明年竣工并投入使用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广州市建筑投资集团就准备把这个球场买下来，还包括周围的这个建住宅项目他开始对它进行资产审查已经差不多了估计很快就会买它另外一个接盘侠是谁呢？就是沈阳国资委。沈阳国资委今天这个恒大发公告，出售这个盛京集团 17.53 亿非流通股那么每股作价是 5.7 元，套现 99.93 亿就是100亿套现100亿然后就是套现100亿全部还给谁呢？还给盛京银行，就是他把盛京银行的股权卖给沈阳国资委然后沈阳国资委做资100亿，就给谁呢？给这个他欠盛京银行的这个债务他实际上恒大一直在掏空这个盛京银行，把盛京银行的资金抽来自己做开发。那现在情况就是那怎么办呢？盛京银行也给他把这个钱抽走，他没法做生意那现在就是买家是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是沈阳国资委的附属企业。那么恒大是持有盛京银行 14.57% 的股权，卖给他之后呢，沈阳国资委合共持有盛京银行 29.54%大数 30% 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也就是沈阳市把这个盛京银行给收了那么恒大是总共的债务总额是 1.97 万亿美元人民币那么另外还有200亿美元的美元债券。那么明天是29号明天会有一笔美元债，它的利息到期4750万美元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为什么？因为上个星期恒大有一笔美元债券的利息到期，恒大没有付也没有发公告，然后呢就那笔债券就等于是进入了一个观察期，30天的观察期那么如果明天的这个恒大再不能付的话，那大家基本上可以确认这200亿美元的美元债恒大是付不起的了应该会债权违约的了那就是这样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叫罗格夫
罗格夫分析了几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这么说，他说恒大不会演变成为这个中国版的雷曼兄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与正常的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不一样，恒大一旦破产，不需要进行这个很长时间的诉讼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就可以快速的处理恒大的问题基本上他对这个中国的情况是很了解其实西方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债务违约这个资产大的这个很大的企业破产，特别是出现一些像恒大这种级别的这种复杂的交易，它面临的诉讼会持续很长时间，几年甚至是很长时间所以呢，他说这个中国跟西方民主国家跟这个法治国家不一样，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就搞定了。不过但是恒大一旦倒下，就会拖垮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那么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长期养成对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依赖那么房地产市场它的占中国 GDP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29%， 高的不正常。就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这个房地产还有相关产业占中国 GDP 的 29%， 这是他说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中国还有数量非常庞大的空房子，空置率就是住宅空置非常高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恒大这个时候倒下，一方面会拖垮房地产市场，另外什么呢？另外政府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经济增长点来拉动经济，所以呢，他认为他推算那么中国经济未来12个月的 GDP 成长会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这个问题由 6% 经济增长 6% 降到多少 4%。 他说如果恒大这个时候倒闭，再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冲击，那么中国的 GDP 就会再跌1到2个点，也就是说中国GDP 可能跌到剩多少？剩下 2% 那是非常的痛苦这个是这个 Kenneth Rogoff 的评论那么环球资产管理公司 Price 就是 Roll Price 他分析，他说恒大对银行系统的冲击都在可控的范围那么现在政府主要聚焦什么呢？烂尾楼就可能出现烂尾的这种社会效应那么恒大欠债的这个供应商和中国国内的这个债券持有人以及美元债的持有人都会被拖延，因为他们的资金都会首先用于什么呢？解决烂尾楼不过呢现在的情况是恒大美元债现在1美元交易价格是30美分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叫浅川雅四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恒大集团的经历表明，房地产价格膨胀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旦恒大倒闭，将会给地方政府的财务以及预算开支带来严重的后果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完了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一下玉坤 Thomas 隋谢谢 Mike 朱谢谢 Sarah 刘谢谢黄增培谢谢Cartridge Supply谢谢
打卡 Ocus， 感谢王老师，我经常点我的留言，请王老师喝杯咖啡不加糖，谢谢。Jerry 王，谢谢。今年大概是习维尼最难受的中共党国庆，他在天安门上说着大国崛起强国梦，但近半停电的中国民众能信吗？唐伟，谢谢。观点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今天这个OBS 大家感觉怎么样？正常吗？大家觉得正常吗？给我回应一下啊，好不好？一些正常哈。好，观点，马上就要国庆了，国庆假期停电将会极大的打击强国人的信心，信心垮了，强国民族主义要被泼一大桶凉水啊！观点，如果中共连在国家范围内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都做不到，那它建立那么复杂的天网监控和数字集权又有什么价值？社会活动都熄火了，监控社会这个行为变得毫无价值啊！观点，身为曾经的电力从业人员，我觉得中国的讲法蛮愚蠢的。电厂检修本来是例行公事啊，电力系统都有冗余量，已备紧急情况。正常情况下，如果因为检修搞到停电，基本上会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检修的时间基本上都安排在3到4月这种生产淡季，10到11月如果需要大修，就一定要确保备用机组已经上线，不会让用户感觉到有停机检修。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你想一下，理论上来说，你要停1个星期的电，它当然不是全程停，这里停一下，那里停一下，1个星期的时间，而且3个城市同时都是1个星期的时间，中间肯定有一些什么事啊，这些事情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啊。他用检修来说啊，但是背后肯定有东西啊。情况，昨天央行3季度例会提出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稳定性，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有媒体报道称，佛山地区房贷放款提速，广州则出现房贷利率下降，4大行以及广发、邮储、招行等银行均下降10个基点啊，有点紧张了啊。说明什么？说明房价真跌了啊，又害怕了。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抄底就别惦记了哈，好吗？情况，非自然灾害的世界之最基本上都被中共承包了，比如3年所谓的自然灾害，1975年河南水库溃坝直接淹死了8万人，后来因为饥饿瘟疫死了20多万人。力压切尔诺贝利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技术故障，现在又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大停电啊！观点，执法是为了惩罚那些违反法律的人，维护法律的尊严。孟晚舟欺诈银行就应该坐牢，司法部却以此来交易，让一个犯罪就这么大摇大摆的离去，这让我感觉到美国法律也掺杂了政治，其尊严就是这样被践踏。我不同意啊，我非常的不同意。你还是要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啊。如果我们经常讲有些网友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啊，美国的司法制度像孟晚舟这种交易呢是非常普遍的啊，所以这个网友不了解情况，请你多往前看2集好吗？情况，前几天看到一个好友的朋友圈，才知道他被恒大骗了1000万，真为他难过。他朋友圈这么写：到家就是最大的快乐，跟孩子在一起，所有的烦恼都拜拜。小宝，爸爸是不是有人骗了你钱？看你最近不开心。我说是啊，
有人把爸爸的钱都骗了。小宝，那你为什么还要相信他？我说，因为一开始他是个好人。小宝说，那你怎么找他要钱？我说，爸爸已经跟警察叔叔说过了。小宝说，这个人是不是被警察抓到监狱里了？我说，还没有，警察叔叔整理资料得2年。 OK。 提问王老师，恒大暴雷后房地产下行的趋势下，可以预期是有更多的民营房地产公司资金紧张破产的情况下，国有资本纷纷低价收购，是不是房地产会全面的国有化，也终结30年来房地产商品化？没那么容易吧，还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啊，房地产这个领域，要收购，我也不觉得国有资本有那么多钱去收购，国有资本现在买地都买不过来，所以，一下子，大家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啊，一个苗头出来，一拉到底，你看会不会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好不好？我们不要这么干，这么干真的不好，我不好分析啊。但是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房企是比较有钱的，但也不是所有的都有钱，有一部分是有钱的，特别是那些大的，你比如说像万科这些都比较有钱，但是私企业有些有钱，比如说龙湖这些也很有钱，所以不能绝对。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是的，有一些苗头在发生，然后我们的网友就把这个苗头一拉到底，你看这件事情会不会这样？我们得看好多年，你说呢？提问，请问王先生，恒大的海外信托如果爆雷，会对世界金融有多大的冲击？尤其对美国金融业，理论上冲不到美国来，要冲理论上都是在香港冲，这第一个。第二个，恒大的海外信托不知道规模有多大，我们只知道现在知道它的美元债券是200亿美元。它的海外信托现在反正已经在违约，那么如果有冲击的话，现在应该看得到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观点，火力发电不只有燃煤发电，还有燃气发电和燃油发电，而燃煤机组是可以替换成燃气或者燃油的。其中燃气发电对环境影响微乎其微，是目前火力发电中最环保发电方式。台湾的火力发电正在全面使用燃气发电，而中共天然气取得相较台湾容易，却还是用断电停产的方式，真难以相信墙内粉红是怎么相信这些鬼话。无论是燃气还是燃油还是燃煤，都有核心的问题，是不是产生污染？核心的问题和什么有关？和你的这个发电机有关。美国也有很多这个就是燃煤发电厂也没有污染，为什么？跟你的燃烧方式有关系啊。所以美国的理论上来说，美国现在的燃煤发电厂也和它的污染的情况基本上在同一条线上这跟这个没有关系。当理论上来说，这个整个的绿色环保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连燃气连燃油都不要。绿色环保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尽量的不使用这种石化类，这都属于石化类的这个燃料尽量的用这种可再生性的燃料那就是风能这个太阳能等等但是那个又不稳定人类社会现在遇到一些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观点，从毛太祖建政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和大跃进文革到邓时期迫不得已开放，对人生和社会各个方面严酷的控制，
才有了民众吃上饭和物质财富增多。到了江湖时期，3个代表和不断折腾进一步放开对社会的松绑，再到如今21世纪屡次停电限电，严重拖累正常的社会秩序，都说明中共建政后没有一个转型为一个具备基本管理服务能力的执政党，而且还在从习开始把中共这一个原始的革命党退化为更野蛮的土匪状态。非常对，非常到位啊！情况，朋友在江苏，昨天通电话说工厂都停工了，其他公司不准开空调，还有人检查，热的不行，真的现场混乱啊，非常混乱啊！提问：拉闸限电和中国的外汇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现在市场上，这 YouTube 也好，网络上也好，有2种趋势啊。一种趋势是什么？一种趋势就是五毛洗脑啊。五毛洗脑就类似什么呢？类似拉闸限电，是为了想办法把通胀推高，来争夺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话语权，这一类的胡扯啊。这类的胡扯其实稍微有点常识，你就知道这是胡扯啊。这一类，网上有很多这一类的言论。另外还有一类言论，什么言论呢？就是反共议事。反共议事也是出于什么呢？出于反共的需要，也编很多故事啊，各种故事都编啊，就天天就是说中国要垮台，中共要崩溃，基本上都在讲这2种故事啊。这2种故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虽然这2种故事的方向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是攻击中共，一个是捍卫中共啊，为中共说话洗地，但是这2种言论都有个共性，什么共性？就是违背事实的原则啊。这2个它其实都违背了事实的原则。网友可以看到，网友一定要有能力去辨别这些违背事实原则的这些言论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新闻原则啊，就是我们要确认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样子是什么，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判断和评价。不管你什么政治立场，如果离开了这个原则，它都是谎言。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好吗？问题：孟晚舟签署协议之前被华为踢出去了，假设他回国后挂了，签署的协议会对华为有什么影响啊？假设性的问题我就不答了，好吗？情绪，在美国之音看到邀请王老师对《红色轮盘》一书的采访剪辑，感觉特别亲切，仿佛在户外看到自己家人。现在到了点，还是准时到自己家里的厅堂来跟着老师继续学习，然后传播给身边的好友，哈哈，谢谢谢谢啊。那次采访其实时间很短，我想大概都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美国之音好像剪了很多段出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剪，我也没看到啊。大概是应景的话也讲了一些热点，当前一些热点问题他问了一下，我也说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关于我们自媒体的一些言论啊，怎么运营啊，怎么看啊等等啊。观点，听王先生说不用拜登出手，习近平就把事情全办了，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绪，但是中国经济的凋敝并不是我想看到的。我关注时事的初衷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每个人都能够被充分的保护和尊重啊。这个话说得很对啊。当然我那个话呢，并不是说这里面有2点啊。第一点，不是因为我说了这个话中国经济就坏掉了，不是的，中国经济坏掉
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是被动的去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情况。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网友说的很对，每个经济现象，每个经济破败背后有无数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代价这甚至会家破人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的幸灾乐祸的意思这个我请这个网友一定要理解了解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其实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习近平把所有的事情全给办砸了。有一些网友经常来提到什么呢？希望美国政府能做一些事情，能够帮助中国能够进步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过去1年多2年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有这种期望的人都会感觉到很失望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中国的情况在一天天的恶化。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拜登政府从上台到现在，针对中国的有效的这个措施基本上看不到，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讲这番话的原因我解释一下好吗？观点：美国能源部数字，加州数字30%燃气发电，0.1%燃煤发电，10%核电，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到60%，其中包括风电、水力和光伏。美国人人均使用电力9800度，远超中国5000度。大多数的州已经基本转型清洁能源。屋顶上它有一些地方政府有一些政策，帮助大家在屋顶上修这个太阳能板然后通过太阳能来发电。提完地方政府财政中土地出让金占很大部分，房地产降温会否导致地方财政出问题？是的，会的，影响非常大它不仅仅是，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对房地产的依赖不仅仅是卖地卖地是一大块，但是其实还有一大块是跟房地产有关的各种税费和税收收入，各种收入你比如说契税等等各种各样的税很多，其实那个收入也是占比很大。如果房地产下跌，交易不畅旺的话，那块收入也没有了。所以房地产降温对地方政府来说收入影响很大一方面你想，本来税收在减少，因为经济不好的话，税收一定会减少，然后的卖地收入又在减少，然后跟房地产交易有关的这些收入也在减少，这里几头一挤，地方政府我们之前讲过，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这个地市一级的财政基本上就崩溃了那么县基本上很难维持，所以县一级的财政基本上要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了省级政府都做不到，都没办法支援长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县一级就不行了，市一级还可以，还勉强维持，也好不到哪去。那南方长江以南地区比长江以北地区会好一些问题：如果许家印卖出盛京银行，看来似乎盛京银行已经被掏空。恒大如此运作模式，是否代表中国大多数房地产行业用类似的方法运作？可否说中国的城市银行是否也被掏空的现象？他有钱买得起才行房地产商有银行的也就恒大了，其他的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盛京银行它是借了很多钱那么现在它不是还回去吗？账还得填平，因为它卖掉你肯定得把账给平，那怎么平这个账？那我把股权卖给他，你把钱给我，我再把它还给银行去，大概是这样至于说城市银行早就被掏空了，被谁掏空了？被两种人掏空
第一种人是什么？政府，地方政府。通常城市银行非常依赖地方政府，所以城市银行，比如说城市农行、城市银行等等，一个原来的信用合作社，它都是非常依赖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把它当作小金库。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地方政府穷成这样，还不穷穷饥饿从那儿掏钱，一定是这样的，跑不掉的。情况半个月后，黑龙江开始集中供暖。11月份到辽宁，凡有热电厂的城市中，一大部分采暖都来自热电厂的余热废水。现在发电厂停火，到采暖季，暖气费必将大幅涨价。OK， 是这样啊。情绪，哈尔滨一女孩的3只猫被检测有新冠病毒携带，被官方给安乐死。网络一片叫好声，女孩还在隔离中，人已崩溃。前脚钟南山还说动物传播病毒给人类有待考证。香港SPCA 证实感染和具传染性是两回事。中共的语境下，3只猫算什么？情绪，王老师，教师节快乐！你是我从学校毕业后的老师，加油，谢谢啊！明谢 Renee Ma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